今天给大家盘点一波三国杀国战最被高估的5个武将啊！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对国战武将强度啊、国战选将的理解都有一定的局限啊，说局限都有点轻，认知偏见啊，没有形成一套对国战武将强度判断的认知体系，完全不知道在国战里面哪些武将强，哪些武将弱。有朋友说你玩国战选将框就4、5个，有时候你也没得选，谁强谁弱也没有那么重要吧？我觉得还真挺重要的。你只要对国战武将强度有清晰的认知，那国战整体玩法、控场思路你也就理解的差不多了。这一套体系都是密切相关的。国战说到底就是2个字：生存。国战不是打打杀杀，它是人情世故啊。武将强度评判围绕着生存这2个字，对局思路其实也是围绕着生存展开的。我就不理解，有几个莫名其妙的将，明明他就不强，怎么还成天搁这选呢？选其实也没啥问题，关键有些朋友他总爱跟我杠啊，说这些将就是牛逼。之前我做国战相关内容的时候，直播的时候啊，我说这些武将不行，选出来就是不好赢。那有些朋友就是硬跟我杠，我真不知道这些武将哪里牛逼了。第一个被高估的武将就是张任啊，这个武将就纯牛马，纯娱乐将。娱乐其实我都不咋想玩他。你张任在混战的时候亮将，然后去打别人，穿掉别人的副将啊，穿心，这个行为本质上就是损人不利己的。场上只要存在多势力啊，你张任的收益就相当于所有人都有，但是嘲讽还是你张任自己一个人的啊，别人都打你啊，然后你张任除了穿副将之外也没有其他的能力，你自己还是个白板。那这个将有个锤子用啊，国战底层机制是大逃杀呀，你要把局面一步步变成对你自身而言的优势对局，而不是说你上来把别人穿掉就赢了。有朋友说张任没有那么弱，打团战还可以。我跟你说，打团战他这个能力其实也拖后腿，因为有时候你把敌人副将穿了，还不如直接打敌人一滴血，除非敌人副将特别强，但这种情况你玩张任10把都不一定能遇到1把。第二个武将姜维啊，挑衅拆牌插，挑衅挨打对勾。姜维挑衅这个技能，他弱的原因和穿心本质上是一样的。混战的时候，你这挑衅基本上就纯小丑。你选个姜维还是1号位，你要上来就亮将挑衅，那你这把基本上就没了。国战是一个将嘲讽的游戏啊，你还挑衅，那底层逻辑就是反的。有朋友说姜维当副将有官星啊，确实啊，有这个官星，至少姜维选出来他是可以玩的，正收益。张任呢，完全你选出来就是奔着输选的，但就单靠官星这一个技能，改变不了姜维牛马的本质。说实话，你玩姜维，你不如直接就把姜维放主将，配个2血将，凑个4血算了。前期就别使技能就混啊，混到后期打残局打单挑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挑衅才能派上用场呀。第3个武将鲁肃啊，鲁大师是我国战玩吴国胜率最低的几个武将之一，国战就没有给他大师发挥的空间。你再怎么吹鲁肃，你国战玩鲁肃那也是吃瘪的。鲁肃地蒙加耗时这一套太吃队友了，身份局你队友可以多出牌，故意给你留这个地蒙空间，你国战选个鲁肃谁搭理你啊？你有没有队友都不一定。本身吴国将后卫外就挺脆的，压根他就不敢少留牌。你就算能打一波配合，你鲁肃地蒙自己他也要弃牌。就你玩鲁肃想发挥好，要满足你有队友，且队友手牌少，而且他们的这个手牌价值还不能太高，那这个条件就太苛刻了。国战这个游戏你就不要老想着指望队友，能单体强就尽量单体强。有朋友说法正单体就不强，他完全就靠队友啊。那法正强是因为国战当前版本蜀国就很强势，就比如说首杀，我这个蜀国胜率都打到48了啊，而且法正啊，他打配合的成本不高。对，单体法正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弱，恩怨这个反伤能力在国战是很舒服的，有防御威慑。反观你鲁肃有个嘚儿啊，除了配周泰可以玩一玩啊，单体强度上去了，其他情况能别选就别选。第4个武将貂蝉，貂蝉这个将不得不说在老环境里面发挥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在现在这个节奏很快的新国战里面，貂蝉的发挥就很差，不如田丰。国战这个模式你要么苟，要么出来打一波大爆发，直接打进优势对局。像貂蝉这种一步一脚印啊，每回合都稳定发挥的武将，他只会越来越弱。就貂蝉这种将，你也不能保证他离间打出来的收益就专属于你群雄势力，他很可能会给别人打工的。现在还都流行女将放主将，你貂蝉还离间不了女性角色啊，自身呢也是一个脆皮，玩起来就特别鸡肋啊。有别人说貂蝉闭月还能过一张，那过一张是过一张，但你貂蝉真的能靠这个闭月赢吗？
而且貂蝉它和群雄势力的象性也不是很大，群雄它是一个打一波的国家呀，他们就是大逃杀游戏中的杀戮型玩家，我狗不过你们，那我们就尽早爆发啊，杀人，建立人数优势，对，或者说选个袁绍、田丰这种的直接秒全场，那这也是一种生存之道。那貂蝉在群雄中的定位就很尴尬，不知道该往哪里放，配个吕布珠联璧合，配个贾诩玩阿禅啊，无论怎么配，现在强度就这么一回事。当然你不知道往哪里放，可以往我这里放。第5位邓艾，邓艾这个将就是典型的看着强，实际用起来牛马的一匹。有朋友说国战邓艾很厉害，你要放主将上来就相当于觉醒了，回合外屯个田，到回合内咱顺一顺，这不是降维打击吗？我只能说在老国战的环境，邓艾确实可以，但你搁新环境，你邓艾这种延迟满足就拉倒吧。你邓艾放主将，你是个 1.5 血的武将啊，那你就要拿出来 1.5 血将的收益。像邓艾这种屯田全看脸的东西，根本就支撑不起来 1.5 血的能力，你很容易就会成为团队突破口啊。对，玩邓艾可以多去考虑把邓艾放副将。你要是另外一个配将是2血的曹仁、曹操，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别把邓艾放主将了，放副将拿个自良，撑个4血混一混得了，多这一滴血真比你邓艾那烂顺手技能强多了。4血就是比3血好生存，奇袭真的没有想象中的强，副将级自良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啊！我这样直接抛观点，有些朋友可能不信啊，不信你去试试，你就无脑把邓艾放主将，我看你能赢几局。OK， 这是三国杀国战最被高估的5个武将。这期虽然说只聊了一些武将啊，但其实啊，这武将只是我表达国战玩法思路的一个载体，这些玩法思路老国战玩家也都懂啊。就国战是国战，身份局是身份局，两个模式玩法思路完全不一样，甚至很多地方都是反着来的，思维真的不能那么僵化